华浅重生归来之后，一心想要改变家人的命运，他不愿意再和上辈子一样的下场，他费尽心思改变事情的走向，可反派终究是反派，即便他可以改变自己，却无法改变华家那一大家子。有华家那一大家子在，华浅做事堪称事倍功半，不得不说华浅真的挺累的。华浅重生在婚礼当天，这门婚事是他算计来的，他便要把仲夜兰还给慕瑶，毕竟仲夜兰心中的白月光一直都是慕瑶，对他情根深重。华浅想要和仲夜兰和离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了慕瑶父亲上辈子绝望自裁的命运，让慕家和华家的仇恨没有那么深。华浅所做的一切都为了保全华家，保全自己，他想要减轻华家手上的罪孽，可华家人却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。华家人每个都坏得千奇百怪，即便华浅一个人觉醒，对于华家其他人而言，若非真的大难临头，他们根本就不会做出改变的。华浅的父亲华文昂，一个醉心权力的男人，为了往上爬，他做了不少恶事。华浅希望他能及时止损，离开是非之地，可华文昂怎么舍得放下这么多年苦心孤诣经营的一切呢？他为了权力必然会继续坐在那个位置上，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，他也会继续作恶。对于一个如此在乎权力的父亲，华浅可以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再说说华浅的母亲，她作为后宅妇人倒是没太多的见识，眼界也比不上华文昂，可她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，她能够放弃呼风唤雨的日子吗？自然是不可能的。同时她还十分娇惯自己的儿子，不分青红皂白的护短。对于这样的一个母亲，华浅也是无可奈何。华家纨绔子弟华深，骄奢淫逸，十分好色，经常惹出烂摊子，让华家二老收拾。在酒楼中轻薄琵琶女，被仲西武抓了一个正着，后来自己的小妾玲珑在华家撞柱而亡。这样的事华深做的不是一件两件，有这样一个处处捅娄子的哥哥，华浅真的是带不动。华浅想要改过自新，可华家其他人却不这么想。华浅带着上辈子的记忆，他想要改变家里人的命运，华家却依旧我行我素，继续的作恶。华浅的亲人都成了他保全华家的拖累，有这样一家子的拖油瓶在，华浅的路太难走了。